我们要求更有包容性的语汇。跨性别男性也能生孩子，你这是在抹消我们的女性身份。好，欢迎来到柑橘百合。今天也是我们跨性别 FAQ 系列节目的一期。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医学文献和医学相关的新闻中使用的怀孕的人这一词汇来替代怀孕的女性。这一做法呢是过去2年开始的。比较著名的一个事件呢是著名的大特 J.K. 罗琳他发表了一条推特来碰瓷这样一条新闻呢，他使用了来月经的人这样的词汇。那么这里是JKR 的原推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引用的这条新闻呢，它的原文是在谈论在 COVID 期间月经产品和女性生殖健康受到了怎样的影响。那么因为他谈论的是月经问题，那么来月经的人在这个场合之下呢，是一个合适且准确的用语那么 JKR 呢在这里跳出来碰瓷，说为什么不直接说女性，而一定要说来月经的人呢？自这个事件以来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新闻和医学文献也开始使用性别中性的词汇来描述和生殖健康和生育选择自由相关的一些话题当然并不是为了反对 JKR， 而是因为这现在是一个趋势那么这个趋势呢也被很多的人，包括保守派的人和TERF都批评过这样的一种趋势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福布斯的新闻在报道怀孕的人如果感染了 COVID， 那么他们孕期相关的并发症所带来的情况会比没有感染 COVID 的人更加严重。这个人是一个保守党的一个播音节目的主持人，他也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怀孕的女性，而要使用怀孕的人这样的词汇。那么为什么这2年开始新闻和医学文献都开始使用这样的词汇呢？因为来月经的人和能够怀孕的人呢，和女性这个集合他们是重叠，但是不是完全相同的2个集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万图。那么在中间这一部分呢是重叠的既是女性又是来月经或者可以怀孕的人那么认同自己是女性但是同时并不会来月经或者怀孕的人呢包括已经停经了的年纪比较大的妇女，或者是生殖系统有一定疾病的妇女还有一些跨性别的女性。还有这部分来月经或者是能够怀孕的人呢，但是不认可自己是女性的人呢，就是部分的跨性别男性，还有一些性别认同是非二元的人。逻辑上来讲呢，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对于医学相关文献来说呢，用语准确它是有必要，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医学它做一门科学是需要一个准确的用语的，用语不准确呢可能是会出大事的。另外呢，医学作为一个它对于人口的每一部分都非常重要的学科来说呢，如果你把某一个群体排除出了它所研究的对象，那么该群体就有可能在科研中没有被考虑到，因而那么科研产生的结果呢也无法就是被应用到这一部分的人群中。那么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呢，很多的新闻它本质是一个 PSA， 就是 Public Safety Announcement， 它需要让所有相关的人群都了解到这一件事情。这样的话呢，它的用语尽量准确，是为了更包容，为了 inclusive， 是为了尽量包容到所有相关的群体。因为你一个 PSA 呢，你必须要让所有相关的人都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否则你这个PSA 就是不够有效的。你对每一个相关的个体发话呢，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现。在生殖健康和生育或非生育的自由的语境之下呢，使用性别中立的语汇是为了包括跨性别男性和一些非二元性别认同的人。因为对于性少数来讲，生殖健康相关的医疗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糟糕的。有一位作家，跨性别的男性作家，他名叫 Carter Sickles， 他曾经给大西洋人的供稿中提到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们对医疗方面的歧视太了解了。
像大多数酷儿一样，我害怕住院，害怕看医生，我担心医生不了解我所需要的针对跨性别的医护，或者我可能会被工作人员搞错性别，或者被嘲笑。这些事情都曾经在我的朋友们身上发生过。我有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护士、住院医生和实习生都挤在房间里面，像研究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研究我。许多跨儿可能会因为受到了羞辱而避免去看妇科医生，在候诊室里被满屋子的人盯着看，或者被大声的质问你来这里干什么。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找到愿意为跨儿开出他们所需要的激素治疗的医生可能非常的困难。我是白人，对于有色人种的跨性别人群来说，情况要糟糕得多。那么这就是一个跨性别男性在生殖健康需求医疗帮助时候面对的困境。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能够理解跨性别男性在这方面的诉求。在公共场合使用怀孕的人而不是怀孕的女性呢，是一种更加包容性的语汇。那么开始使用包容性的语汇呢，是使大家有 awareness， 是对大家了解跨性别群体在这方面的困难，从而更好的帮助他们的第一步。那么比较荒唐的事情呢是，这件事情经常会被特服怪到跨性别女性头上。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跨性别女性无法生育，因此她们想要抢占话语权，所以才会要求要说怀孕的人而不是怀孕的女性。这种说法呢完全是一种树稻草人的做法，因为对于跨性别女性来讲，他们支持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跨性别群体内部的团结。因为看产科医生这件事情呢，对于跨性别女性来讲，大部分时候都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那么为什么要灌到他们头上呢？很多时候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因为跨性别男性在特服眼里大部分情况下是隐形的，他们并不理解会有指派女性想要成为男性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习惯性的就怪到了跨女头上。那么还有部分特服指责是一种侵占女性语汇的做法，但是相关的语汇呢并没有被禁止使用，没有一个人指责一个顺性别女性自称是一个女性，也没有人禁止任何一位母亲自称是母亲。生殖健康和生育自由呢，它依然是一个女性问题，因为只要有女性有生殖健康的问题，那么生殖健康就是一个女性问题。在生殖健康同时也是一个跨性别男性的问题，这件事情呢，它并不否认女性的生殖健康这个问题，这个陈述的有效性，也不与这个事实矛盾。民权运动呢，它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应当去认为，公众的attention， 公众的关注力是一种需要互相争抢的资源。跨性别男性能够获取的权利呢，也不是从顺性别女性手里抢过来的。这一点呢，就像对于黑人的民权运动，并不是说黑人拥有了权利，那么亚裔的权利就少了。对于任何民权运动呢，都是这个样子的，不应当以一种互相斗争的态度来看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那么对于用语的争抢呢，在现代政治中已经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Black Lives Matter 和 All Lives Matter 的对撞。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生殖健康的话题，它和 BLM 和 ALM 的区别在于呢，All Lives Matter 甚至是 Blue Lives Matter 它所想要包含的这个群体呢，也就是白人或者是警察，他们并没有像黑人一样受到系统性的压迫。而在我们使用怀孕的人这样的词汇的时候，我们想要包括的对象也就是跨性别男性和一些非二元性别者，他们则确确实实的在体会到一种系统性的医疗体系中对他们的敌意。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试图将女性在这场对话中抹去的企图。对于性少数人群来说呢，这些场合他们所面对的困难程度至少是和顺性别女性相当了。在反跨情绪强烈的地区呢，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对使用性别中性因而更加包容的语汇呢，可以说是在直接的承认我们并不关心跨性别人群是否能够获得相应的医疗保障。那么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医疗文献和新闻中使用性中性的语汇呢，它是一个跨性别人群为了自己发声而做出的行动，而不是向女权主义做出反抗的一种 reaction， 也就是反动的这样的一种语汇。它和 ALM 的
出发点的和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去使用这样的语汇，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向外人发出的信号也是很明显的，那么他人是否给出相应的价值评判呢，也是别人的事情。至少我希望有人如果想批评这个事情呢，至少要把矛头找对人。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看到这里了呢，希望大家点赞，然后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今后会有更多的节目给大家。好的，大家再见。